这里是四川乐山大悬孔天坑，相传天坑底部藏有一尊观音玉佛。当地老人告诉我，近100年来无人敢进入其中。雨季来临时，村子里的洪水会经过天坑进入大渡河。天坑深处传出雷鸣般的巨响，凶险万分。今天我们一行3人打算进入其中，探险拍摄天坑内部环境。丢个石头下去看一下，看看这个究竟有多深。 现在小蚱蜢作为先锋已经开线下去了，它是从那个裂缝深入的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它微弱的灯光。是否可以下降？所有的这个锚点已经布绳布好了，可以下降。好的，收到。大家一定不要模仿。好了，开狗。现在全部悬空了，这个磨绳的地方必须垫起来。然后在这里发现了有个鸟窝。 就是我脚趾的这个方向，但是里面没有鸟蛋了，咱们继续开干。你们下到第2个还是第3个平台了？我已经下到了第3个平台。阿志下来没有？正在下，准备下第4道竖井。这里下去可能都有30多米吧，已经能看到它那个光了。开搞！ 爽个屁爆啊！我去，100米的绳子就伸了这么一点啊！这有坐井观天的感觉。你们看上面，哇塞！现在我跟阿志和先锋小蚱蜢汇合了，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天坑的底部。我们现在呢就去一探究竟。这就是大悬孔往上望的那个感觉啊，像一个什么？这条裂缝，像一个什么？ 不晓得像什么，不能言语，我靠！好了，这条衣服不能言传。看一下，这里面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大的，它的高度差不多是20来米，里面有一个大堂，而且这上面有很多真菌附着，看起来就像星辰云海啊，特别的漂亮。咱们现在就随着这个大空间往周围探索。 这里有随着水流冲下来的生活垃圾，而且有一些木头啊，有很多农药瓶子。哦，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垃圾啊，这真的是没说错。我们看小蚱蜢已经去那边的洞道了。这个洞道还可以走嘞？还可以走啊。对，继续出发。我们看一下老乡说的那个观音玉佛在哪里啊？他说是有玉佛不知道的。哦。老乡说在洞里面的。 说有阴沉木啊，说有千年阴沉木，还有玉佛。那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里发现有漂亮的石头，有牙齿，很透哦。对，这上面有很多花纹啊。啊，不纠结这个了。我们看这个洞体的结构，主要为页岩层，但是从这个洞顶的这个真菌附着的情况来看，这个洞体结构还是非常稳定的。但是咱们尽量不要大声喧哗。 走，继续出发，探索未知的世界。正在生长的钟乳石，中间还有花纹，还有花瓣，像石莲花一样。他们说的观音玉佛，该不是就是个钟乳石吧？前面这里进去是一个消息洞，但是没多深。没多深了。对，空间还蛮大的，还有点像密室的感觉。对。 这个好像是一个小水洞。小水洞，我们探主洞道。嚯！小蚱蜢刚才在那怪叫，然后那里像个棺材板，真的是有点像。我一个镜头晃过去，把我吓一跳。真的有点像哈。这地上石头还挺好看。这水虽然看着很清澈，但是不干净啊。 因为这是村民的这个生活用水啊，就是从这里排下来的。这里好多化石，是啊，这手眼哇，我刚才看到好多化石，好多小虫子，那个对，那种什么虫的，珊瑚虫，有可能。对，大家看，这石头几百斤啊，特别的多。
前面什么情况？前面是死洞道，坍塌了，没有路了。我们现在只有探索左边那个大的洞道了。好，看来这次佛祖不保佑，他保准了。好，不知道那个玉佛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天坑底部啊？搞得不好，今天我们会白跑一趟。我们又回到这个大厅这里啊，我们准备走左边的洞道，继续深入。就这个下坡，陡不陡啊？好陡！哼，就是一个小下坡啊。我们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应该是一条暗河。在雨季的时候，有可能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呢是被水淹起来的。好在现在是冬季啊，才可以带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天坑底部的美丽景色。注意看这里，这个安全头盔。哦，这里发现个安全头盔。会不会是这个以往探洞者留下的？反正这个，据当时他们的老人说，有这个猪啊、狗啊，这个失足掉到这里面来就爬不起来。应该没有人掉下来吧？这个不知道噻，1000多年的历史了嘛，都是张献忠打四川的时候，在四川屠城的时候，这个洞才下去的嘛。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湖1000多年了。对，这个洞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就这个老年人讲的啊。你那边是个消水洞吗？不像它，反正是要偏小一点。应该是，你看这边很多垃圾在这里形成了回水湾。对，走吧，我们先走这个大洞，先看大洞。好，我们沿着左边这个洞道，那边有一层迷雾啊。这个迷雾的话，一定要用这个气测仪给测试一下，我看它会不会是毒气或者瘴气之类的。可以看到，这明显是一个分界线，看到没有？上面雾蒙蒙，下面很透彻。我们继续前进。气测仪没有报警，说明这没问题。这个洞道是上行的，我们现在处在有雾的这一层，它的温度呢就比下面很透彻的那个空气层啊，温度要高一点。咱们继续前进。目前这里是不缺氧的哦。我们现在从这里爬上来的，这里分成了左右2个洞道。可以说这个里面也可以说是。从这边过来又分成了左右3个洞道，中间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必须标记好了。在这个泥土上面画一个箭头，这是我们来的方向。哦，这地上我还以为是脚印，但不是的。这边呢？这边就过去看一下。大家看这边，这边是洞道突然变小了，看一下前面是啥子情况。这里有个消水井，这里是死洞道，这边也是死洞道，这里结束了，没有其他洞道。这个是死洞吗？对。好，我们看着其他的吧。看中间那一条。小帐篷那什么情况？是一个缝隙，是一个死洞，爬不过去。死洞道，左边那边，你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是很大一个洞腔，高度差不多有20-30米。哦，这也是一个死洞道，是一个小水坑。再往回撤，继续探索右边的那一条有流水的声音的那个洞。流水声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。然后大家看那个位置，有一条蛇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竖井的底部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那个里，这下去差不多有15米左右。这个竖井差不多是15米左右啊，没有带太多的绳子，我们只能去探索其他的洞道了。这个留着我们下次再过来探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其他的洞道吧。出发！这里必须要慢一点，因为这个页岩层上面非常的滑哦。
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低温区，也就是刚才那个空气分层的这里，右边有一个小水洞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现在去探索这个小水洞。小蚱蜢已经干过去了。小蚱蜢什么情况？有3个插洞。哦，你看1个洞、2个洞、3个洞。对，这3个左边的这个洞有可能是通到那个竖井那里的。那我们走哪边？走中间这个吗？我简单的弄了一下，我把它这边有1号洞、2号洞、3号洞，我简单说，我们先去探索1号洞，然后探索2号洞。你标了记是吧？对，简单的标了一个记号。好，这样的话最不容易迷路。那就先谈1号洞，因为1号洞大一点嘛，应该要好走一点。小蚱蜢呢已经探明了这个洞道。3号洞呢，它是跟2号洞连起来的，然后2号洞呢又是跟几号洞？跟1号洞连起来的。1号洞呢还可以往里面深入。对，1号洞右边的洞道呢就非常的深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去探索1号洞右边的洞道。好，看看。因为里面有鱼啊。有鱼，我看到有鱼。走，我们去看鱼。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一条鱼哦。这1号洞还是比较窄的哦，它这个左右的宽度还不到1米，上下的高度可能有1.2米、1.5米。对，很窄。我把这个，哎呀，这搬不动哦。走吧，这个是个阴沉木，不值钱的阴沉木。阴沉木，继续深入啊！看这里我能站起来，而且这个岩层的上方好像有山河土，看一下这个上面，像山河土一样勾了缝的那种感觉，就像我们看的古寨那种。好，真实的地道，我操！这还要有幽闭恐惧症的话，不敢搞啊这个。这个洞体结构非常的稳定的，走起来是比较安全的。你看，上面就是这边，有的地方还是有地方的。2号洞，2号洞是从这里下来的吧？对，2号洞就是从这个上。这是3号洞右边的洞道，咱们继续前进。1号洞右边的洞道，哇，这里就感觉更像地道了。我去，在这里发现了一潭死水。我刚才就在这里发现了鱼。有鱼？在这个沙子下面。这个潭下面有鱼，但这泡的像药一样。他把这个玉米杆子给泡上了。这边以前应该还有洞被堵到了。这边有没有大鱼用？我们把它搂起来。你用那个棒棒抄就好了。我觉得它跑到那边去了。这边水不是很多，要是搞起来的话，应该不是太难。然后还可以往那边走。我刚才就走在这个地方。那咱们继续走吧，我们看一下这所有的堂里面。继续前进。哇，这洞道可以一直往那边过去。这里面不知道还有多深呢，不知道这个下面有多深，也不知道这下面有没有鱼，这看不出来噻。咱们继续前进。现在我走到最前面，这前面是一潭死水，然后有很多这个渣子。这个垃圾啊，被这个水发酵之后啊，有很大一个甲烷的味道，就是沼气的味道。我们出于安全考虑，这个洞道我们放弃了，不再继续深入，因为这个水也是很深的，看着黑漆漆的，但是我估计深度大概也就3、4米。就怕引起火灾，就怕在那些设备在这里碰出火花会形成爆炸。爆炸主要是。对，那我们退回去吧，退回去。这边不探了，这边有2个洞道，这边是2个洞道，大家看一下。从1号洞的右边这个洞道退出来了，在这里发现了好像是化石一样的这种石头，镶嵌在这个石灰岩体里面，而且有纹路，有花纹，不知道是什么化石啊？有没有懂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好，咱们往回走，去探索其他的洞道。玉化的岩体，看一下，这是怎么形成的？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这种，有这个像云纹一样的啊、哦。对，特别的漂亮哈。特别漂亮，这个真的。这个洞壁的2边岩层上面有很多这个水波纹，
这个由于在雨季的时候，如果前面发生堵塞的话，这里应该是一整洞水，而且这个水面会随着这个洞道的疏通啊，水面会下降，但是由于来水的冲击，它就会形成这种水波纹，这一整面都是的，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。这要洞里面没有垃圾的话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现在我们四周查看了一下，是没有发现其他的洞道有那个玉佛的存在，那就说明这个玉佛的那个洞呢，已经被这些渣子啊和泥沙给堵到了，而且这里面遍地都是垃圾啊。说实话，大家还是要爱护环境的，不然这来玩的人真的是没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没有一个好的场所。本来那个有甲烷的那个1号洞啊，说实话是可以过去的，但是里面因为泡了有很多这个秸秆呢，因为秸秆这个东西确实很麻烦，它又不能焚烧啊，然后如果没养牛的话，它的秸秆就只有说扔到这个山里面，最后涨洪水的时候呢就冲进来了，在那个里面经过一泡啊，就发酵了，就形成了一个沼气池的这样一个意思，那就不敢往里面走了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决定又沿着我们刚才所降的那里啊爬绳上去。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了，喜欢我们视频的别忘了点点关注，好，拜拜。